Hello， 大家好，我是 MadeWorks 的小江老师。那看到我桌上这个这么厉害的作品，大家一定以为我今天要采访哪一个科幻界的大神，结果你一定会猜不到，这个竟然是微缩大神郑宏展 Hank 老师的作品。他竟然做 GP04，你们想都没有想过吧？那 Hank 老师，我想大家一定非常的不陌生，因为他在台北有跟山田卓司老师一起办了一个非常大的展览。我们连去便利商店结账的时候他都会跑出来这个 Hank 老师的这个广告宣传。Hank 老师他有几件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作品，例如说宅男的房间那这个房间里面它就有非常多的精心的小布置，然后可以看得出来说，在制作的过程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去把他自己的想法都转换成实体，然后呈现给我们看，是一个非常有趣味，也非常让人家想起童年回忆的作品。还有一件作品呢，就是《极面之都》。那这个作品呢，大家一看到这个整个作品的氛围就可以看到这位老师是非常擅长用模型讲故事。那还有一个比较感人的作品，就是《谢谢你的照顾》。谢谢你的照顾这个作品呢，就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看到一个模型，居然可以讲出一个这么有温度的故事，然后让看作品的人呢，也得到一个心里面的共鸣。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 Hank 老师来我们的节目，讲解一下关于制作一个微缩作品，一个好的微缩作品究竟需要包含哪些要素，也讲一下他在这些作品里面用了哪些手法才可以做出一个非常棒的作品。Let's go！ 以我的作品为例我们来看我今年做的这件作品。作品的名称其实也有点耸动叫 Shit。有看过《机器战警》的人对这一个主角ED209应该都不陌生。当时他楼梯有一场激战，他没有办法爬楼梯，所以在楼梯上面摔得很惨。那我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有想说，那干脆把它做一个楼梯就呈现当时的效果。但是会发现说1:12的作品，如果要把楼梯建出来的话，这件作品起码高度会超过50公分以上，所以我就作罢因为我自己的作品再做这么大的话，家里可能都放不下去。那我在想有什么梗可以让它有趣一点，想说既然它不能爬楼梯，那它总可以坐电梯。它是在一个好像废弃的大楼，可能经过了一场激战以后，那他准备要下楼梯，他发现货梯上面有一段英文，就是写着货梯故障，请走楼梯。好，那这个时候ED209的 KOS 唯一能讲出来的脏话就是 shit， 这是作品的由来。关于地台的部分，故事是设定在废弃或是年代已久的厂房。金属地板显然也是蛮可以理解的。那我家刚好有一台多年前小耳朵这个年代时候的一个机器，那我就把这台机器的表面上面的这一个部分刻成好像是钢板的那种结构，刚好它也有一些风孔、散热孔，那感觉就跟这件作品蛮搭的。那有这个构想以后，我再慢慢去建模，做出这个电梯、货梯周围的一角的感觉。那我刚刚讲的所谓的旧跟脏，旧当然可以从货梯的这些环境来看，那其实它也是有脏的部分。就以这边的烟灰缸来看，显然它并不是很卫生。那你要如何把这种不卫生的感觉做出来？其实尽量避免用黑色颜料，个人比较喜欢用的还是偏咖啡柚木色。其实我自己在做这种旧化的时候，可能地上会刷一层水，让地面吃一点灰、柚木或者是咖啡色让它大概刷个4-5个层次就差不多可以呈现这种效果。机器人身上我也做了一些秀，让它感觉除了年代很久以外当然在机器人身上做这种效果，其实在视觉也是挺好看的，所以我才会这样做。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作品里面有一个逃生指示牌。逃生指示牌其实它最早的用途大家可能猜不出来，其实它是一个胸针、胸牌。有一些胸牌它会发亮，可能例如说在百货公司或者一些卖场，为了要增加客人的印象，胸牌它会发亮，可能有秀出公司的名字跟它的店员的名字的这种胸牌。当时我手中有一个这个胸牌，就灵机一动，去想它可能就可以做成一个大型的指示牌。那我在做这种指示牌，一定都会去设定它的尺寸比例符不符合现状。一般的指示牌大概在40-50公分，这是常看到的。但是在大卖场或者是在大厂房，
楼梯的指示牌可以大到甚至70-80公分，它是符合那个比例。那只要再把它的这些杆子啊结构做出来，觉得它在点景上面蛮有趣味性的。那另外一个趣味性就是，既然这个电梯故障，是不是要用一个什么黄色的这种命案现场的东西来把它围起来？就做一个黄色的这个袋子，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不能进来的意思。一些小机关上面这个门它甚至是可以打开的。那打开的用意其实也是让我自己在拍照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大手出来，又或者说我的脸路径之类的，你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增加蛮多的趣味性。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在做一个这样的场景，它是一个虚拟的东西，我当然也没有去过这里，那你可以在 IG 或是 Google 去打货梯的关键字。那当然我不会英文，就用 Google 翻译一下货梯的英文怎么写，然后再输入这些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一些旧的货梯。那你把可能10几张的照片最有趣、最漂亮的部分抓出来，你在脑海里面你就有个基本的设定。我要使用什么样的建材？我的墙壁的质感是要钢板还是用水泥？那这件作品因为地面已经用钢板，那我就不会再让它的墙面也变得冷冰冰，所以会用水泥的质感更恰当，让它乍看就是那个年代的东西。那接着我们来分享这一件 GP04的作品。这件作品其实是我在玩微缩模型之前，利用一些废弃的东西做出来的。2015年那一年我有做了一些尝试，试着把家里一些乱七八糟的模型拼成一些场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微缩迪欧拉玛这个概念纯粹就是想玩自己的东西而已。我的一个朋友，他叫 Teddy， 他就送我一台 GP04这个胸像。当时我正在想说要怎么样来玩它的时候，就想说那干脆把它做成一个基地的感觉。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背景，那这个背景其实是在更早以前15-20年前买的超时空要塞的地台，也有可能是它的墙壁的一些结构，我就把它做了一些裁切，试着去做出符合当代的它的一个工作的区域。那可能还有一些楼梯，这个楼梯是很久以前有一套模型叫做无敌铁金刚的秘密基地，它的外面就是一个大魔神正在做一个整修的状态的。那里面有附了一些楼梯，我就把它挪过来这边用。里面我自制的东西并不算多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微缩模型的概念纯粹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例如说地板上觉得可能可以有一些配线让它感觉变像基地的感觉，所以我就乱牵了一些家里必要的 iPhone 的线还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线来做点缀。场景是这样，就是你都可以天马行空的去进入自己的世界并不需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到底怎么做才好看。我自己的幻想里面，基地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排风口奇形怪状的一些结构例如说里面你就看到一个饮水机的一个东西，饮水机的结构我觉得也蛮像可以放在墙壁的所以我用锯子把它锯开，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很像是涡轮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总之就是尽量的去塞一些感觉很科技又感觉很科幻的东西，塞满到这个结构里面就好了。制作时间其实蛮快，在半个月就完成。这一个钢弹当时最想玩的其实也是战水，所以我就试着去用打火机去烧了一些受损的部分。在2015年那时候玩模型也并没有什么技巧，我唯一的技巧就是大概在17、18岁高中的时候只学到一招，就是干扫那时候也玩摩托车，摩托车的结构里面有很多可能我们就是直接喷黑色底漆，然后再用天工的金属漆去干扫，它就可以跑出那个引擎里面的一些结构。那这个技巧，因为我大概有20多年没有玩模型，那在2015年那时候，一样用那样的方法来扫机器人它本身的一些结构的部分。因为我并没有使用喷笔、喷枪的习惯，当时就很单纯，就是用天工的旧化粉，黑色、白色、金属色，大概就是用这些去稍微扫一扫。做出一点机器人的明暗，里面有一些小巧思例如说你会看到墙壁有2个金属色，其实那个是香槟的瓶盖那香槟的瓶盖被我这样放进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违和感，我觉得还蛮大的。
那我自己的项链，有一些很久没有戴，或者一些手链，它就被我拿来当做是一个吊链的感觉啊，因为钢弹它有一些受损的部分，就利用项链把它吊起来，做一个正在维修的状况。各位看到我今年最新的作品，再看一下我在还没有进入微缩这个领域时候的作品，比照之下里面其实是有个重点，就是说大家还是保留童心，如何去表达自己的作品其实就是一直去想一些题材。这一件作品虽然已经过了那么久，但是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一件的，因为它是在没有任何的目的，甚至当时我也没有任何的同好，其实是想自我疗愈，为自己做了一件作品而已。那我的分享就到这一边，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谢谢 Hank 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无论是在实体的作品的建构观念或者是说一些制作的技法，都可以看得出来 Hank 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就是我刚才在旁边很专心的听，然后也去思考自己作品不足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来这一趟采访除了观众可以受益以外，连我自己本身我都觉得，未来我在规划作品，或许可以加入更多的巧思。那也听说明年那个又要办展览，对，其实不是说又要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本来预定在6月在高雄科文馆，我跟山田老师的展览，对，整个被延期，因为台北展的售票状况还蛮好的，所以主办单位 UBN 他们决定在高雄也举办一场，再办一场对，让方便中南部的朋友不用北上，然后他们也可以去看到 Hank 老师的作品。对，所以会从1月13号到4月中旬，一共100天。好，那大家要好好把握这个展期因为你可以近距离的看到 Hank 老师的作品，那是很难得的机会，除非你有机会来采访他。其实我觉得更难得是，也可以看到山田老师的作品，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机会。对，因为山田老师的作品多年来没有这么大量的接到国外去，跟山田老师还有一点点的私交，所以他也很慷慨答应接了30件来台湾。哇，真的很多也很难得有这样子。对，那这个机会，我想只有到高雄场最后一场。虽然有很多台中的朋友也在问，对，因为台中确定是没有办。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了好，那我们今天疯狂模型师的采访，神级的 Hank 老师就到这边。那喜欢我们的频道，请帮我们点1跟订赞，我们下次见了，拜拜。